地主逃生，大气外露，激活帝王系统，需要不断达成天道任务，获取奖励，直至完成征服全球的帝王大业。系统，签到，奖励，出征完成帝王霸业。是的，请宿主为你的无上大业掀开帷幕吧。果然，酒壮怂人胆。本宫一点拨利害关系，陛下就变回从前一样懦弱。苏晨，我要杀了你！我要禀报太后杀了你！好啊，那朕的帝王霸业就从你这里开始了！不要！拖走！我这是……陛下醒了，您现在是在养心殿呢，刚和摄政王喝完酒宴。酒宴，我穿越了，城下皇帝。前世清遭太后和他弟弟摄政王逼宫谋反，落得生死族灭的下场。这是太后送来的安神茶，说是能让陛下睡得好一些。毒害先帝和我受宠的母妃，再以母后的身份把我扶持成傀儡皇帝，那个年轻又歹毒的异邦女人。他和摄政王二人合谋作乱，通敌卖国，他想篡夺亡国灭种。安神茶，不对，太后不可能如此关心朕。这是养心殿，那为何不在乾清宫？皇后呢？让开，朕要回乾清宫。陛下，乾清宫现在去不得。朕是皇帝，为何去不得？摄政王已经去乾清宫找皇后了。你说什么？儿科，你想做什么？做什么？还用多说吗？叶英，你这大夏第一美人，快从了本王！荒唐！本宫可是皇后，若是让陛下知道了，你指望那个连早朝都上不了的傀儡皇帝？你要清楚，就算他来了，也不敢把本王怎样。他就是太后和本王手里的一只蚂蚁，捏死他不过迟早的问题。本王跟那个废物可不一样，来，本王在你身上一展雄风。不要！慕容恪，朕斩你吧！苏晨，本王不是派人送你去养心殿了吗？识相的赶紧滚回去，别扫了本王的雅兴。慕容恪，欺辱皇后已是死罪，还敢出言辱朕，你就不怕朕诛你九族吗？陛下，话留余地。明日摄政王酒醒着，若记得此事告知太后，会对你不利的。陛下，诛我九族，凭你一个连龙椅都没坐过的无用傀儡，也敢在本王的面前耍威风？我们让你是皇帝，你就是皇帝；让你做太监，你现在就得去做太监。给本王闪开！听见了吗？侏罗！你竟然敢打本王！苏晨，明日早朝我要让太后废了你！穿越而来，依旧无权无势，早晚要死，不如拉个垫背的出口恶气。不做傀儡皇帝，死也要死的硬气，不愧列祖列宗。平日早朝，此刻朕还是皇帝，就让你活不到明日！
我的命根子，我的命根子啊！够了，陛下在下手，我不会善罢甘休，我护及陛下性命。不主不分，大气外露，我帝王系统需要不断达成签到任务，不取奖励，直至完成征服全球的帝王大业。系统签到奖励，出征完成帝王霸业。是的，请宿主为你的无上大业掀开帷幕吧。果然，酒壮怂人胆。本宫一点拨利害关系，陛下就变回从前一样懦弱。苏晨，我要杀了你！我要禀报太后杀了你！好啊，那朕的帝王霸业就从你这里开始了。不要！拖走。完了，全完了！陛下，他可是太后的亲弟弟啊！首个签到任务，在金銮殿坐上龙椅，奖励获得武学大宗师修为。没事儿，朕明日亲至金銮殿。去金銮殿又有何用？你以为太后会原谅你的请罪，会偏袒你吗？请罪？朕是去问罪。朕要把太后从老子的龙椅上拽下来，让她明白谁才是这个皇宫的主子。朕要肃朝堂，立皇威，朕要做大夏千古一帝。太后驾到！恭迎太后！众臣平身。谢太后。陛下昨夜酒后失态，出手伤了摄政王，今日摄政王坐席听政。皇帝如此行事，有失体统，想必将来也是治国无方，贻害社稷。今日朝政，本宫就与各位谈谈废帝一事。这可以了，你这至尊之位早该换人了。太后言之有理，自从陛下登基以来，各地灾象不断，怕是惹怒了上苍，以示惩戒。既然如此，不如改立摄政王为帝。摄政王德行双修，有帝王之相，最合适不过了。不可！尔等身为臣子，竟敢公然讨论废帝，如此行径，形同谋反。哼，叶将军，你是因为你的女儿嫁给了陛下，当上了皇后，你害怕废帝失势，所以才出言阻止吧？叶将军身为三朝元老，理应心系天下，不可只图一己之私啊！苏迟啊苏迟，你又何苦因我失去了至尊之位？这下是彻底没有翻盘的机会了。你们，老臣忠心耿耿，日月可见。叶将军，废帝一事需群臣表决，若只有叶将军一人反对，还要依照太后的旨意。堂下还有人反对？若无人反对，那就朕反对。苏晨，谁让你来的？本宫不是说过早朝不需要你来吗？注意你的称呼，朕是皇帝，秦陵百官没有朕在，也配叫做朝堂？皇帝，今日之后就不是了。如今百官达成共识，即日将你废除。哼，想当年，先帝在乱军之中将你救下，破例将你封为贵妃，朕的母后也对你百般照顾，视作亲生姐妹，这才让你在后宫有立足之地。没想到，如今你居然敢谋权篡位，妄言废帝！我很好奇，到底是谁给你的胆子，敢坐在朕的龙椅之上？
苏晨，你太猖狂了！朕是天子，谁敢忤逆朕？等同谋反！宿主签到成功，即刻获得武学大宗师修为。皇帝冒失闯入金銮殿，不但口无遮拦，还敢对太后动手，实在是大逆不道，丢尽了整个皇室的脸面。完了，本以为陛下昨日只是酒后胡话，没想到却真来金銮殿和太后杠上。这下太后绝不会轻易饶他。皇帝无病无权，还这般嚣张跋扈，他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吗？哼，可不是嘛！如今惹恼了太后，不仅地位不保，恐怕性命也堪忧了吧？皇帝还不赶紧跪下磕头，祈求太后原谅！你一个太监，是怎敢令朕下跪的？咱家是宦官之首，更是太后的亲信，咱家的话就是太后的意思。太后，朕记得太祖建国立下祖训，宦官阉党、后宫女流，二者皆不可参政。可如今你坐上龙椅，宦官更是因为有你撑腰，逼朕下跪，这似乎是死罪呀！皇帝，你待如何？好说，让百官评评，朕方才所言对还是不对？对，陛下所言的确属实。陛下，臣倒要提醒陛下一句：您现在无兵无权，若是无人认你这个皇帝，这皇帝当不了。完了，苏晨这突然的行为根本吓不住他们。也是，皇室威严已然尽失，这种等级的威吓不过是引火烧身，已然没有作用了。皇帝，看到了吗？谁会支持你啊？谁敢支持你啊？若是想死的好看，就尽快从那龙椅上下来，扶太后坐上去。否则，以咱家5到8品的实力，动起手来可没中。8品，又如何？你，朕肃清朝堂，就从这个祸乱金銮殿的太监开始。现在，谁赞成？谁反对？你，皇帝，你竟敢杀了魏公公！皇帝竟然真的敢在朝堂上动手杀人！那魏公公可是5到8品强者，而且还是太后面前的红人呐！居然说杀真就杀了呀！定是趁着魏公公一时大意，否则不可能得手啊！皇帝，你竟趁魏公公不备，当堂动手杀他于金銮殿之上，这简直是暴君所为！皇帝暴起杀人，如此心狠手辣，放任下去，恐怕后患无穷。就算现在一时情急被逼疯了，也不能再留，得想办法解决掉。皇帝，眼里还有王法吗？今日之事若传出去，天下人都会以为我大夏又处理魏暴君。对，就是暴君，说的对，暴君。王法，朕说的话就是王法。从明日起，朕让谁说话，谁才能说话；朕让谁下跪，谁便不能抬头。希望尔等明白，谁才是你们真正的主子。退朝！今日之事不会就这么算了，皇帝，你等着瞧！就这本事，才不听！从明日起听他的，皇帝恐怕明日是活不成了。没错，今日太后没想到皇帝会突然上朝，等太后回去做好筹备，皇上可就没人能挡得住了吧？陛下今日惹恼了太后，与她翻了脸，明日必死无疑。翻脸又如何？朕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傀儡皇帝。没想到我做了这么多年布局，
拉拢少数官员为我父亲招兵买马，开始积攒实力，想徐徐图纸，却被你这次的冲动毁于一旦。首个签到任务达成，激活下一个签到任务，在太后寝宫卧睡1夜，奖励紫禁城3万禁军兵权。皇后无忧，朕有办法。陛下被架空了大权，哪里还有什么办法？也是先担心自己的安危，不必撒谎，安慰本宫。朕可保证，今夜过后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只要拿到这禁军兵权，我就能彻底逆转乾坤。获得禁军兵权，便可掌控皇宫。今夜哪怕是硬闯，朕也定要完成签到。哼！交代你们的事情都办妥了吗？禀公主，都办好了。那便好。现在大夏已经牢牢掌握在本宫的手里，只要明天除掉那傀儡皇帝，大夏就是本宫的大夏。贸然除掉皇帝，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计划？影响？谁会在乎那狗皇帝的死活？朝堂腐败，重臣被本宫收买，藩王势大，军队为本宫所用，士族掌权，书称报国无门，灾情不断，百姓怨声载道。加上那傀儡皇帝一死，大夏只会乱上加乱。届时，我们西戎铁蹄长驱直入，踏破中原，便可取而代之。果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既然一切部署妥当，属下这就回去禀报西戎大王。去吧。是。朕这还没尽地主之谊呢，别着急走啊！朕这还没尽地主之谊呢，别着急走啊！皇帝，你怎么会在这里？原本朕是想就今日废帝之事前来问罪太后，没想到恰好撞见太后私通外敌，可谓是罪加一等。你一个人来找本宫治罪，简直可笑！哦，太后还不认罪？方才你们的对话，朕可全都听到了。听到又如何？此人是不会把秘密泄露出去。太后，你这是想弑君吗？本宫本想明日动手，没想到今夜你却自己闯了进来，自寻死路。就凭区区几个密探，你妄想拿下朕？真是井底之蛙！本宫的密探个个都是7品以上的高手，耶律魂更是9品以上的强者。刚才若不是被你偷袭，杀你如同杀狗般轻而易举。强者，对朕来说，他们不过是一群杂鱼，连朕的汗毛都够不到。魏公公的下场，就是他们的下场。你少在本宫面前拖大，魏公公那是轻敌大意，才会让你有机可乘。这一次绝不会让你侥幸活下。既然如此，朕就再杀你几条走狗，让你明白朕的真正实力。死到临头还敢嘴硬，耶律魂，给本宫杀了他！是。不知死活。你都是西戎1等1的高手，哪怕100万禁军来了也不是敌手。你竟然……朕说了，与朕为敌，无论是谁都是死路一条，包括你。太后，通敌卖国，明日上朝，朕便将你治罪，在劫难逃。在劫难逃！皇帝，你别以为你坐回了龙椅，文武百官就会听你的号令。既然密谋被你听见了，那你不妨倒是猜猜，
藩王军队为本宫所用，为哪路藩王？朝中重臣被本宫收买，又是哪些重臣？苏晨，你不过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任人摆布。让人摆布的是你。荣双，你通敌卖国，朕可以先斩后奏，怕朕把你变成废人，入朕享乐，也无人能救你。至于现在，太后卸甲。皇帝，你想做什么？本宫凤仪天下，虽然我不是你的亲生母亲，你也不能卸甲。苏晨，就算你得到本宫的身子又如何？一切都在本宫掌控之中。有本事你就杀了本宫，看看国家会乱成什么样。卸甲！再卸！你闪开！什么？朕说闪开！今夜，朕要在此过夜，太后出去吧。出去？这里是本宫的寝宫，你睡这里，本宫去哪儿？出去！朕再说最后一次。恭喜宿主迁到太后寝宫，待今夜卧睡一宿，明日即可获得紫禁城3万禁军兵权。太后，既然你这么自信，朕就让你亲眼看看，明日朕是如何将尔等一网打尽，让你跪下来求朕宽恕。苏晨，你竟然如此羞辱本宫！明日早朝，本宫必定将你除之而后快。怎么，今日早朝还不开始？是无事可奏吗？陛下，太后娘娘还未到殿，还是再等等吧。万一有要事，不好决断，还是得听听太后的意思吧。荒唐！陛下乃天下公主，有何不能下旨决断？若本宫决心废帝，皇帝他能下旨吗？臣等明白太后。太后，废帝一事责任已有定论，你再三提起，是何用意？没错，陛下做回龙椅，已是百官臣服，众望所归。哼，众望所归。昨日他在大殿动手杀人，分明是暴君所为，群臣不过受他威吓，一时所迫，不得人心。哦，不得人心？难道摄政王是觉得朝中重臣都是以太后为尊？那是当然。本宫已命3万禁军包围紫禁城，已无兵无权，谁会站在你那边？什么？禁军围城？太后，你这是逼宫谋反！逼宫又如何？本宫今日定要废掉这傀儡皇帝！好啊，既然如此，那就让朕看看朝中大臣到底有多少人是支持太后，又有多少人是忠于朕的。陛下，去吧，支持太后之人，站到他那一边。好，皇帝，你看清楚了，这大夏究竟是谁说了算？陛下，太后把持朝政已久，又用利益笼络人心，最重要的是，外面还有3万禁军围城，形势所迫，你跟他赌，输定了呀！无妨，朕就是要看看朝中究竟有多少是太后的人。陛下，你太冲动了，我们受制于太后，本该徐徐图之，现在掀桌子，无异于以卵击石啊！唉，陛下太过年轻，意气用事，正中太后的激将之法呀！算了，
唇亡齿寒，要死我就陪你一起死。这皇后倒是忠心。这你们这些吃里扒外的东西！哎呀！哎呀！陛下才疏学浅，一无是处，而太后娘娘聪慧过人，母仪天下，该怎么选择，最清楚不过了。没错，太后继续垂帘听政，匡扶大夏，才是人心所向啊！识时务者为俊杰。诸位大人选的没错，看到了吗，皇帝？你还有何话可说？哼，都站好队了是吧？一会儿要换，可就来不及了。哼，垂死挣扎，就算你现在跪下来磕头，也不会有人再站到你那边。朕只是最后再确认一次，以免待会儿错杀无辜。死到临头还不忘给本宫找乐子。放心吧，皇帝，只有你这2位叶家的宠货和几位前朝老臣会站在你这边，不会再有其他人枉死。禁军4大统领到！4大禁军统领，来的正好，现在殿内殿外都是本宫的人，皇帝你拿什么跟本宫斗？恭喜太后，从今天起，您就是大夏真正的掌权人。恭喜太后！果然是一丘之貉，狼狈为奸。陛下，太后现在率3万禁军逼宫，朝中大臣又大多数都站在她那边，您就不要逞强了，还是把朝堂大权交出去，给太后服个软吧。是啊，陛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眼下还是先保住性命要紧呐。明白了吗，皇帝？你不过就是本宫的一介傀儡，还不快跪下求饶！只要陛下低头求饶，太后看在皇室血脉需要继承人的份上，应该不会伤害陛下的。朕向他们求饶，还是让他们好好想想，要给朕磕几颗响头，朕才能留下他们全尸吧。死到临头还在虚张声势，皇帝，今日本宫就让你滚出金銮殿，斩下首级吊在朱雀门上，看看谁还敢不服本宫！4位统领，给本宫把皇帝拿下！还愣着干嘛？动手啊！既然都站好队了，那就结束这场闹剧吧。都杀了吧！是。什么？住手！都给本宫住手啊！这怎么可能？都是皇后号令。怪不得陛下一直如此自信。陛下饶命！饶命！臣等知错了。好了，别杀了，剩下的全部给朕拖到午门，判处谋逆之罪，在51道集体斩首，以儆效尤。是。皇帝，这殿内百官可都是国之栋梁，掌握天下命脉，你怎么能说杀就杀？国之栋，他们公然和太后逼宫谋反，罪无可赦，如何不能杀？谋反？群臣不过想要有一位明君能够治理大夏，才会站在本宫这一边。
而你独断专行，滥杀无度，与暴君无异。陛下，太后娘娘说的对呀，微臣和同僚们一心为国，绝无二心，没想到却招来杀身之祸呀！陛下，颠倒黑白，你们平时滥用职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以为朕不知道吗？皇帝说话还要讲证据，你没有证据说杀就杀，以后谁还敢做官？陛下，在场官员都是出身世家，与天下士子关系紧密，若是证据不足，贸然动手，恐怕天下士子都会以朝廷为耻，让大夏颜面无存。陛下，微臣从来就没有贪污受贿，而且微臣提拔的各军官员也都是兢兢业业、忠于本分啊！是啊，陛下，若陛下禁止冤杀臣等，臣担心大夏将来无人可用，甚至各地会造反呀！陛下。好啊，他们在威胁我，让朕今后无人可用。听到了吗？这些人就算你是皇帝，也杀不得。陛下，不要听他们混淆是非。皇后，难道你要让天下人都说皇帝是位暴君吗？明日是天下10年一度的鸿儒大会，就在大夏京城举办。届时天下群贤毕至，讨论治国方略，有能者不在少数。若陛下亲临，礼贤下士，定能招揽不少可用之才，代替这帮国之蛀虫。系统签到任务，前往鸿儒大会，登上大师台，奖励获得天下第一情报机构6扇门。去了鸿儒大会又如何？那些书生大儒最恨的就是专横跋扈的皇帝。如果他妄杀朝廷命官，定不会有人服他。加上他根本不懂治国之策，恐怕只会在鸿儒大会上闹出笑话。你不懂治国之策？既然如此，朕明日就让太后看看朕是如何让那些有才之士心悦诚服，主动报效国家。陛下，鸿儒大会可不是酒宴，不是你趁着酒兴就能大放厥词的。是啊，若无真才实学，只怕会自取其辱啊！皇帝，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凭你也想舌战群儒？倘若朕做到，太后又当如何？陛下，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若你真能服众，本宫从此不再干政；若你做不到，即刻退位，如何？好，一言为定。不行，陛下你……哎，皇后，皇帝可是一言九鼎，不可轻易反悔啊！陛下太冲动了，难道看不出来这是太后的激将法吗？朕只是将计就计，只要在鸿儒大会上说服众人，朕不仅能招到人才，还能罢黜这些贪官。再加上太后不得干政，简直是一石三鸟。皇后刚刚不也建议朕去鸿儒大会吗？我是想让陛下去礼贤下士，求来人才，不是让陛下去丢人的。陛下肚子里有多少墨水，我还能不知道吗？哦，朕是什么身份？人才还要自己去求？好了，朕心意已决，今日之事暂且作罢。但明日朕要百官悉数到场，作为朕与太后赌约的见证。臣等领命。夜郎自大，明日本宫倒要看你如何在鸿儒大会上丢人。禁军撤下，退朝。是。参见太后。明日的鸿儒大会，让你们安排的事情安排妥当了吗？太后请放心，明日定让那些大儒把皇上对得哑口无言。只要皇帝在众人面前颜面扫地，便会大失民心，坐实他那好杀无德的名头。没错，皇帝虽手握兵权，但他有勇无谋，在天下人眼中不过就是个暴君。好，这次众目睽睽之下，本宫定要将那皇帝拉下马来。闪开！啊，大人们让道！闪开！闪开！发生什么事了？哎，这今年大会怎么这么多人啊？就连朝中大臣都来。你还不知道？皇帝今天要舌战群儒，商讨治国之策。什么？那个傀儡皇帝也要来？我听说他从来没有上过早朝，他还能懂得如何治国？可不是呢。今天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想挤破头进去看看热闹。看热闹？恐怕不是看笑话吧？
都是这个想法。咱们也去看看。哇，这就是大石牌啊！哎，你们看，是康夫子。果真是康夫子，他可是才高8等，学富5车的巨儒啊！今日能请康夫子前来授课，实乃我书院之幸，大夏之幸呀！毕竟鸿儒书院的大师台，犹如天下读书人心中的圣坛呐、只有学识渊博之人才配登台授课呀！是啊，是啊，还要感谢2位大人给夫子等人机会，与皇帝一辩时政。皇帝他向来不学无术，以诸位之才，定能将他说的理屈词穷，无言以对。今日之后，康夫子和诸位大儒定将名扬四海，载誉天下。皇帝陛下，太后娘娘驾到。看到没？就以康先生的学识和身份，就连太后见了都要礼让3分呢。就是，你看皇帝，见到康夫子为何不拜？陛下是对天下读书人不敬吗？儒家重要，身为大人，难道你们不知道，只有朕配得上这高位吗？宿主签到成功，即可获得6扇门情报机构，片刻可知天下事。没想到皇帝竟然如此的傲慢守礼，粗鄙不堪。就是，还辩论治国，我看就是蛮横无理的暴君。就是这还怎么治？皇帝，康夫子乃天下读书人敬重的大儒，学问深厚，号称天下师长，你怎敢如此不敬？快从大师台上下来！天下师长，何以见得他的学识要比朕的要渊博了？书中有云：“能者为师。”以朕的才学，才该站在这个大师台上，受天下读书人的敬仰。荒谬！老夫读书几十载，陛下年纪轻轻，竟想在学术上赢得老夫。没错，今日朕来书院，就是为了一辩治国之道。好，既然陛下如此赐福，那大会即刻开始。不急，朕先传个口谕。陛下这是怕了，派人去请高人出山。没错，毕竟陛下才疏学浅，单凭自己如何能辩得过康夫子呢？刚才说的那么威风，现在却要去搬救兵。皇帝，别忘了昨日的赌约，若你不亲自上场，那便算你疏忽了。凭朕之才，还需要他人相助吗？陛下要是有真才实学，那登基至今为何还碌碌无为啊？早前太后独揽大权，何来朕碌碌无为一说？太后心系天下，垂帘听政也是理所当然，不然谁来治理天下？当然是朕。靠陛下！北平匈奴入侵，掳掠百姓，南蛮部落势大，频频造反。江南洪水泛滥，水淹千里；西域荒漠严重，风沙四起。晋军军饷不足，国库告急。中原更有各路藩王拥兵自重，不听朝廷调遣。你的大夏正是内外交困，民心不稳。综上所述，陛下能否告诉众人，这天下到底该如何治理？
偏大，果然是有备而来。哼，这种难题连本相都毫无头绪，他却是一个傀儡，怎么可能？大夏国本就积怨已久，牵一发而动全身，若贸然行动，定会动摇大夏之根基。出题谁不会？康父子既然看到大夏的这些困境，可有解决之法？诸位大臣呢？是老夫在问陛下，陛下何必再反问众人呢？莫非是陛下答不上来了吧？别说他一个傀儡皇帝了，就是作为大吴，恐怕也想不到什么好办。正是，若是有对策，那大夏国也不会衰弱至此啊！明白了吧，皇帝？大夏不是你能治理好的。皇帝讲不出治国之法，就依照赌约退位让贤，交出皇位。在此之前，还请陛下从大石台上下来。陛下没有资格站在上面。我和天下才子都受宠若惊，更别说是陛下。看到今日，陛下真的要被废掉了。还请太后下旨废除皇帝，真是聒噪！朕何曾说没有治国之法？你有办法？哼！你刚刚还反问众人，能有什么办法？朕不过是想看看尔等是不是真的一群酒囊饭袋，结果不出所料。你国之大事，攘外必先安内。对内，江南水淹需精修水利，开仓放粮；西域沙荒，则退牧还草，封地育苗。军饷告急，则派兵屯田，自给自足。如此，可安民心。对外，派使臣与北境匈奴商讨，互利互惠，各取所需。派学者向南蛮部落教书，育民识子，开化民风。同时，两边派大军压境威吓，软硬兼施。待大夏休养生息后，再一举平定。好，有理有据。没想到陛下竟然能如此深谋远虑，之前竟是我小瞧了他。至于各路藩王，颁布推恩令，让藩王之子可继承其土地、军队、财产。如此一来，他们自会互相争斗，日渐甚微。朕以此为国策根本，谁有异议？方夫子，朕的回答可有反驳？老夫无话可说。如此之国，大夏复兴指日可待。陛下圣明。陛下圣明。不对，不对！兴修水利，开仓放粮，派遣军队，这处处都是要钱要粮的。如今大夏国库早已空虚，老臣身为户部尚书，对此一清二楚。大夏哪有那么多的钱粮让你来折腾啊？啊！就是，若有钱财，本相何至于无法出谋划策，为国分忧呢？不错，你没有钱财，刚才所说的策略就是纸上谈兵。不求实际，高谈阔论，这些算不上真才实学。大臣们说的言之有理，大夏国力低，哪来那么多钱粮实施皇帝说的那些举措？正是啊，无钱无粮，正是大夏的燃眉之急。若不解决，什么国策都是无稽之谈啊！几句夸夸其谈，就险些将众人赶下。不就是没钱没粮吗？抄家不就有吗？抄家，抄家这么蠢笨的方法，亏你想得出来！你一个久居深宫的傀儡皇帝，对外界一无所知，凭什么抄？拿什么抄？皇帝，难不成你想要当着天下士子的面胡作非为吗？胡作非为，朕今日抄家，自然会抄得让你们明明白白。陛下，我查到了，他们是朕的鹰犬，天下第一情报机构六扇门。六扇门，本宫怎么没听说过？皇帝，少在这装神弄鬼！一个情报机构有什么屁用？
你所谓的治国之策还是纸上谈兵，你的钱呢？粮呢？想必是陛下之前挥霍过度，贪图享乐，才导致国库空虚。胡说，分明是官员们结党营私、贪污受贿，这才把大夏掏空了。哦，娘娘，说话可得有证据。以前陛下也是这般胡言乱语，到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是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如此这般，只会让大家人心惶惶，还有谁敢去做官呢？苏震，就算你的治国方略能让天下士子认同，又有何用？在场的众臣都是本宫的人，没有本宫的命令，你无钱无粮，谁愿意给你办事？要证据是吗？好，朕便念给你们听。户部尚书钱山上任以来，抢夺民屋3000间，侵吞良田10万亩，同时开办妓院、房、地下钱庄等不法生意，多次私吞赈灾粮食，暗中受贿约60多万两。其中涉嫌的官员包含江州太守、云州太守等多郡高官。现从家中发现，家墙中藏有纹银，总计850万3312两。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错了，这怎么可能？皇帝，你逍遥栽赃朝廷命官！栽赃？这些啊，可都是朕令6扇门查出来的证据抄本，包括证人口供、备战地契、妓院赌房和钱庄的资产署名。这么多，竟是真的！这些贪污证据，详细到时辰和地点都有。一等狗官，实乃大夏蛀虫！太后救我！太后救我呀！还没完呢！丞相秦松抢夺民屋1000间，侵吞良田20万，在科举考试中与富商子弟勾结，受贿作弊。现从家中查出总计733万7720两白银。陛下饶命啊！陛下饶命啊！工部侍郎李群侵吞良田8万亩，在修建黄河大坝和江南水利中偷工减料，以权谋私。先从家中查出总计422万1100两白银。还有你，道貌岸然的康夫子，天下师长，简直可笑！康夫子以开办学社之名，联合地方豪强，霸占房屋和良田，强抢民女80余人，甚至户部尚书前身的那些青楼赌房、地下钱庄，你也有份。是现从你家查出总计600万两白银，包括这次鸿儒大会，也是你收了秦松和千山的银钱，故意来刁难朕，以为朕查不到吗？给我无宽呐，陛下！陛下饶命啊！陛下饶命啊！什么？没想到康夫子竟和这些贪官污吏们这一丘之貉！你等行为枉为人师啊！这种陛下饶命啊！来人，将罪状上的所有人论罪捉拿，全部抄家，资产冲入国库。你下孽！太后，现在治国的钱粮不就有？太后，现在治国的钱粮就有了。你按照约定，从今以后，太后不得再干涉朝政。来人，将他们全部带走。是。走。陛下，走！陛下！为什么是面对朕以治国之道，辩迎康夫子，查处贪官污吏、抄家充公，为的是从今以后复兴大夏，创建一个太平盛世。这大师台是能者为师，而朝廷的官职也是能者居之。朕惩治那帮国之蛀虫，空缺出的官职，就从鸿儒书院中选拔，凡是通过考核的，一律录用为官。陛下万岁！陛下万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恭喜宿主完成特殊任务，罢黜百官，开启下一个签到任务，前往泰山举行封禅仪式，奖励获得帝王龙器。恭喜陛下，大功告成了。不着急庆贺，朕还有一事要做。现今大夏内忧外患，国力疲惫，正是民心动荡之时。好在有朕继承历代先帝之制，斩宦官、诛贪官，肃清朝堂，任用贤能。不，朕决意效仿先贤，则及时在泰山举办封禅大典，请天地共鉴，邀日月为证，令鬼神共听之，彰显朕之功德。顺势一表，朕将振兴大夏的决心。什么？陛下？什么？陛下有封禅？我没听错吧？皇帝，你竟然要给自己封禅，有何不可？实在荒谬！封禅大典历来都是开创太平盛世的明君才有资格举办，他们无一不是功高德厚、雄才兼备之人，而你毫无建树，竟然自命不凡，想要前往泰山封禅。陛下，你虽然从太后手中清除了部分势力，夺回了大权，不再是傀儡皇帝，可现在封禅实在是操之过急，恐怕会沦为天下人的笑柄。陛下寸功未立，贸然封禅，若无天降祥瑞，恐怕大夏便会民心不稳，山河动荡。没错，封禅大典还要通知各国使者前来，若无法证明您是一代明君，闹出笑话，无异于断送大夏国运，自取生路。如此一来，不仅国内各路藩王会蠢蠢欲动，就连周边邻国恐怕也要大军压境，共同谋划要如何瓜分我大夏呀！请陛下三思，陛下三思，陛下吩咐。你们如何觉得朕就不是千古一帝、一代明君？不过是刚刚搬回王庭，没想到皇帝立马得意忘形，想举办封禅大典，真是无异于自投罗网。本宫就顺了你心意，把事情闹大，届时看你怎么收场。既然皇帝要封禅，那本宫就替你昭告天下，邀万国来朝，出行之日为皇帝备好千乘万骑，一路散播消息，壮大声势，直至抵达泰山，让天下百姓共沾盛况。太后，你如此煽风点火，是何居心？放肆！皇后，还轮不到你与本宫这般说话。皇后，封禅是陛下自己提的，众人都听在耳里。若是现在反悔，岂不是让百姓觉得陛下心虚，认为陛下温柔？胡说！你们现在拱火，才是让陛下骑虎难下。皇后，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还是你认为皇上德不配位，没有资格去泰山封禅？胡扯！本宫只是觉得时机未到。好了，朕心意已决，明日便启程前往泰山，举办封禅大典。封禅，这封禅大典还要举办？陛下，陛下！太后真的要让皇帝去泰山封禅？难道你会觉得真会天降祥瑞，让皇帝封禅成功？当然不会，凭他只会让众人贻笑大方罢了。既然如此，我们更要为皇帝做好宣传，引起所有士族、藩王甚至各国的关注。一旦皇帝封禅失败的消息传出去，说明他苏臣不配坐这龙椅，届时民心不稳，各方势力离心离德，谁都会想篡夺大夏皇帝之位。如此一来，天下大乱，都用不到我们出手，整个夏国就会土崩瓦解。我们再联络西戎大王，一举入侵中原。去吧，把消息散播开，定要让全天下人都知道，皇帝将在泰山封禅。是。等一下，先传书给武威王慕容霸，让他早做准备。明白，我现在就通知三弟，他现在兵强马壮，足有30万部众，在藩王中也是首屈一指，定保证万无一失。你说什么？大夏皇帝要去泰山封禅？
前来召唤参加大典的使者。对，哼，虽然当初的大夏是万国之主，有真龙气运庇护，可几十年前被我们匈奴、南蛮、西戎联合讨伐，已经奄奄一息了。如今我等实力刚好恢复，中原却败废殆兴，他敢如此大胆干戈，无异于自寻死路啊！我们要不要派人参加封禅大典？当然要参加，现在就派公主过去。一旦皇帝封禅失败，便让公主传信回来，到时本王亲率10万铁骑，踏破中原。是，太医。中原那个乳臭未干的皇帝，竟敢去泰山封禅！是啊，听说阵仗还搞得不小呢。无能的帝王就喜欢装腔作势，快去下令，派出使者参加。若是见到大夏皇帝封禅失败，马上回来告知本王，咱们便一起攻下南方各城，喝酒吃肉。好的，大王。哼，没想到那傀儡皇帝如此妄自尊大，看来用不了多久，只待皇帝失势，我姐弟3人便能取而代之。什么？王爷，我们是要动手了吗？没错，天下即将大乱，都是因为那傀儡皇帝的自作聪明，以为掌握了点朝堂的权力就能目空一切，呵呵，简直可笑。封禅大典，我看是那皇帝的退位大典。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什么？本将军前脚来边境驻守，陛下就要去泰山封禅？荒唐！实属荒唐！皇后没有劝阻吗？皇后娘娘劝过陛下，但陛下一意孤行，现在还已在大张旗鼓前往泰山的路上。10万匈奴陈兵边境，倘若陛下封禅失败，他们必将趁势入侵，令大夏深陷战乱，民生涂炭。今日大典，各国使节几乎悉数到场，恐怕都是来看笑话的。是啊，陛下护邻国虎视眈眈，好大喜功，竟然来这泰山封禅。哎呀，恐怕今日不仅会丢了皇室的颜面，就连大夏的国运也要断送。今日朕亲登泰山，俯瞰九州大地，一表恢宏决心，在此立誓，日后必将开疆扩土，扫平四夷，因我大夏万世之基。大言不惭！以前都是大夏出现天可汗，还在泰山封禅，没想到一个乳臭未干的皇帝，竟然也敢随便封禅。就是，此时天色晴空万里，一会皇帝登坛，怎么可能出现祥瑞？如此说来，皇帝岂不是不受上天的眷顾？看来要换个人做大夏的皇帝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皇帝，你在做什么？竟然对使者出手！蛮夷之人，不知礼数。朕正亲自祭拜天神，他们却在下边如此聒噪。念在今日是封禅大典的份上，不杀他们，也是皇恩浩荡。陛下，今时不比往日，和南蛮匈奴诸国纷纷崛起，兵强马壮，我大夏的后世说话也应该厚不客气一些。没错，我们来这封禅大典，不是为了给你大夏国面子，而是想看看你们大夏皇室究竟能闹出多少笑话。尔等蛮夷竟然威胁陛下，是不要命了吗？哼，皇后，我听说你父亲是大将军，此刻正在前线督战吧？巧了，
我父王正亲率10万大军，正准备去会会他呢。说什么？报！陛下，不好了，陛下！南蛮部落居中闹事，和当地官吏发生冲突。北方匈奴率10万大军频频扣关，意图挑起战事，还各地藩王正秣马厉兵，恐怕是要谋反呢。什么？什么？各地告急？怎么会突然这样？当然是因为皇帝不自量力，非要来泰山封禅。本宫先前可是劝过皇帝了，可惜他不听啊。陛下如此胡闹，还不如让太后继续垂帘听政，至少不会动摇国之根本。要不就拥护摄政王为帝，如此一来，至少可以拉拢藩王当中实力最强的武威王。糟糕，一旦封禅失败，必定会发生战事。届时不准陛下脱身，父亲身在边疆，也会凶多吉少的。陛下，大帝不能再继续了。说是封禅失败的消息传出去，只会加速大夏的灭国。皇后何以见得朕会封禅失败？陛下，都这个时候，你能不能清醒一点？你看看这天下，是会有祥瑞的样子吗？皇后，那是因为朕还未进入祭坛，待朕动身，上苍自会有所感应。罢了，怪只怪本宫身为皇府，一国之女，事先没能将陛下劝住。皇帝，你未有功绩，擅自封禅，引山河动荡，民心不稳，导致异族趁虚而入，这些都是你的罪过。罪，你等真是无畏之极。一旦朕踏上封战台，天现异象，自然证明朕是真龙化身。届时不仅天下归心，四海臣服，当下一切危机也将片刻化解。可笑，真是自欺欺人。族臣，识相点，现在让出皇位，让太后和本王给大夏续命。一群蝼蚁也敢觊觎皇权，尔等看好了，什么叫做君权神授？大夏国运由朕来肩负。不对，是陛下引的天象异象，产生了天人感应。这什么？竟然真的出现了异象？难道说陛下就是大夏的下一位明君？封禅成功了，大夏有救了，有救了，救了！不可能，前不久他还是一介傀儡，怎么会？刚还晴空万里，现在突然电闪雷鸣。死臣，你到底使了什么花招？朕是天命之子，来到泰山，上苍自然有所感应。难道陛下真的是拯救大夏的中兴之主？完了！这被莫大王大夏出了一个雄才伟略的霸主啊！糟了，皇帝真是天命之子。不行，我要立刻传信，让我父王退兵。我早已死了，又将遭受灭顶之灾，被逐出草原。是，这黑云密布，天雷滚滚，分明是大凶之兆，怎么可能是祥瑞？没错，一定是皇帝触怒了上苍，会发出警告，要发动天罚。依照史书记载，一旦封禅的明君所遇祥瑞，无一不是金光万丈或彩云夺目，哪有这般恐怖景象？夏国太后说的有理，否则凭着废物皇帝，是不可能惊动老天的。原来虚惊一场，来，该轮到夏国受罪了。完了，上苍震怒，这可如何是好？天法将士定会让大夏生灵涂炭的。是皇帝，你若不想让上天降下灾难，祸及大夏，现在不仅要交出皇位，还要以死谢罪，否则天……陛下，快从封禅台上下来吧！本宫愿与陛下一同叩拜9天，祈求上苍饶恕。很厉害呀！看到了吗？这天雷根本就没有要平息的迹象，唯有皇帝以死谢罪，才能平息浩劫。没错，皇帝若不自刎，将无法高为天上众神。若是有人想阻止，更是助纣为虐，置大夏百姓于不顾。太后，你休要再这危言耸听。危言耸听？那你如何解释这恐怖的天象？
尔等还愣着干嘛？还不快上前诛杀皇帝！难道是想要大夏亡国吗？现在谁先动手杀了皇帝，谁就是在拯救大夏，成为大夏的头号功臣，受朝廷封爵赏赐。只有本宫在这，谁也不能动陛下分毫。陛下，快逃吧！本宫替你拦着。本宫这条命，本就是为了大夏皇室而存在的。北地州督一连破2座要塞，10万铁骑兵临大将军台下。南蛮部众斩杀建州刺史，正劫掠西南百姓。什么？大夏危亡，莫非真要陛下以身殉国，献祭于此？这封禅之身是陛下一意孤行吗？祸不及百姓啊！来人，给皇帝送上宝剑，让他即刻自刎在泰山之巅。尔等众人真是又无知又可笑，此等神迹竟如此有眼无珠，装腔作势。身为皇帝，不想着如何平息这大凶之兆，想着如何狡辩，简直是想祸害大夏。陛下，收手吧！再这样下去，大夏真的要完了。陛下，还请以江山社稷为重，以身殉国，不可断送大夏国运啊！你们都说这是凶兆，不，这分明是祥瑞，证明朕是千古一帝的祥瑞。睁大你们的狗眼，给朕看清楚，朕就是天命之子。主签到成功，即刻获得大夏真龙器印，以正帝王之姿。真龙现世，真龙现世啊！这是绝世罕有的强人啊！大战有情，大战有情啊！神龙化身，陛下真是天命之子。神龙，真的是神龙！大夏的神兽限令了！大夏给我出于天可汗，我们不能与他为敌，父王必须马上退兵。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他明明是一介傀儡皇帝，怎么会？这就是大夏的天威，尔等可都看明白了。神龙化身，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陛下定能振兴大夏，救万民于水火，征讨四方，平定蛮夷，成为下一个天可汗。陛下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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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尔等小国还有谁敢质疑？朕是现在尔等小国还有谁敢质疑？朕是千古一帝。四方蛮夷果然都是伪劣腐坏的。如今他们见到陛下真龙降世，边疆的危机定然也能轻松化解。既然如此，匈奴和南蛮叛乱之事，该当如何？我这就回去，将一切都告诉我父王翟宇，让他立马退兵，再送草原牛羊千头，以此谢罪，并每年称臣纳贡，上交黄金100两，只求两国重新交好。我南蛮愿意上交100张兽皮，1000枚珠宝，并承诺不再骚扰百姓，祈求陛下宽恕。不够。
方才你们说的，朕要百倍之资，其他诸国亦要如此，否则朕便御驾亲征，让尔等见识什么叫做大夏天威。怎么，不愿意？不敢不敢，我这就回去和大王协商。毕竟此事至关重大，我等不敢擅自允诺。那还愣着干什么？滚回去通报吧！是。陛下，如今因真龙切运将士，日后必声名远扬，受万民传颂。陛下，如今镇住那群蛮夷，皇后的父亲镇守北境的叶大将军，亦可转危为安呐。恭喜陛下！陛下，你虽然让蛮夷们亲眼目睹大夏天威，但是要求进贡的物资数额实在太过庞大，本宫担心蛮夷们无法按时进贡，就会联合谋反。朕要的就是各国蛮夷造反。什么？若是他们认怂的话，朕之后如何马踏诸国，一统天下？没想到陛下的志向竟如此高远。不过，欲要攘外，必先安内。太后、摄政王二人方才怂恿群臣，妖言惑众，想将朕诛杀，此乃死罪。死罪？本宫不过是为了大夏的安危着想，何罪之有？皇帝，你若感动太后，武威王不会放了你。陛下，现在还不能对太后下手，大夏的兵权大多掌握在太后的三弟武威王的手中。若武威王在齐州造反，我们朝廷很难与之对抗，反倒会造成山河动荡，生灵涂炭。陛下，太后先神是怕降下天罚，殃及百姓，所以一时心急，还请陛下明鉴。是陛下，如今封禅大典顺利结束，此事就算了吧。原来太后这般有恃无恐，是因为武威王在齐州拥兵自重，公然与朝廷作对。皇帝，话可不能乱说。武威王执掌兵权，不过是为国分忧罢了。那朕现在就要武威王交出兵符，将兵权还于大夏朝廷。想要兵符，那就亲自去武威王府取吧。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胆子。交出兵权，做梦！这可是本宫最重要的一张底牌。若你真敢前往齐州，本宫便葬你去无回。陛下，万不可前去齐州，此时前往，无异于羊入虎口，任人宰割。陛下，微臣认为收回兵权一事，还是从长计议。陛下，威王掌兵已久，不会轻易放弃。齐州去不得呀！齐州去不得呀！恭喜宿主完成泰山封禅，开启下一个签到任务。任务：前往齐州武威王慕容霸的府邸，奖励：获取10万大雪龙旗，天下惊艳。5天之下，莫非王土，朕已何处去不得？明日朕就前往齐州，亲临武威王王府，并目睹霸交出兵符。好，一言九鼎。皇帝，本宫这就召集各地藩王齐聚武威王府，为你接风洗尘。你不是要兵权吗？那不如连其他藩王的兵权也一并收走，一劳永逸。陛下，那就有劳太后看朕如何在武威王王府的宴席上杯酒释兵权。皇帝，那本宫就在武威王府等着你。陛下，这定是太后的圈套。齐州乃太后一党的大本营，武威王在那里经营许久，定然不会轻易把兵权交给你。行了，朕自有决断。陛下，哎呀！太后，等今日封禅大典的事情传开，不到1个月，恐怕皇帝的位置就坐稳了。若再交出兵符，岂不是……废物！你真以为本宫要给苏晨兵权不成？那废物无功无德，却引来异象，封禅成功，证明他未来的成就不亚于历代先皇。但这只能证明他有些潜能。趁他现在羽翼未丰，必须将他遏制在摇篮当中。太后的意思是，兵符不会诱饵。本宫真正的目的是关门打狗，给苏晨摆桌鸿门宴，彻底放手一搏。原来如此。若他来，自寻死路，将他杀了，取而代之；若他不来，无兵无权，依旧受制于本宫，还要遭天下人的耻笑，继续做他的傀儡皇帝。这招以退为进，太后实在是高。皇帝，这次本宫定要你走投无路。
皇后，夜已深了，怎么还未休息？陛下，武威王向来野心勃勃，在齐州足足坐拥20万兵马，再加上太后召集的各路藩王，各自都心怀鬼胎，陛下此去，必然是凶多吉少。朕明白。陛下明白，那为何陛下还执意要去齐州？上一世的皇帝是个懦弱无能的傀儡，皇后又是先帝之婚，所以二人并无真实感情。皇后甚至还有些瞧不起朕，从未与朕同榻而眠。但这一世，朕的所作所为已令皇后慢慢改观，心生爱慕。此刻她还为朕担忧，就是最好的证明。倘若朕还是无动于衷，坐拥美人不知宠幸，实在是不解风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方显帝王之姿。为了大夏，也为了天下，朕愿孤胆一世，从一介傀儡到掌握大权，朕步步艰险，如履薄冰。也知道下一步就是九死一生。可若真是赴死，朕唯一的遗憾，只是未能与皇后同床共寝，怀抱美人入睡。陛下，皇后不必误会，你若不情愿，朕也不会勉强。大可回去。陛下唯一的牵挂，竟然只是本宫。陛下，本宫本就是陛下的皇后，服侍陛下，本宫心甘情愿。听说了吗？大夏皇帝竟然敢来齐州！看来不久前泰山封禅的真龙将士一定是谣传，这种蠢货怎么可能是千古一帝？就是。报！太后娘娘和摄政王驾到！参见太后。参见太后。都起来吧。谢太后。太后，武威王准备的怎么样了？太后放心，都已准备妥当。许代的皇帝一来，便给他来个瓮中捉鳖。好，今日王府这顿酒宴，就是皇帝的鸿门宴，也是本宫与尔等的庆丰宴。报，女王爷，陛下快到了。行，本王这就到了便到吧。王爷现在正在招待宾客，让陛下在外面稍等一会儿吧。是。对着皇帝要先淫后杀，才能解本宫心头之恨。这武威王怎么也不派人出来迎接陛下？哼，不知礼数。陛下，微臣前去通报。等等，来者何人？登门的拜帖呢？要什么拜帖？尔等看好了，这是陛下，大夏皇帝。哦，这就是陛下。山高皇帝远，小人难免不知。你们就在这儿等着吧，我这就进去通知武威王。什么？没想到皇上刚到齐州就吃了闭门羹，看来今日宴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啊。对，毕竟在齐州，武威王才是土皇帝，是虎他也得给握着，是龙他也得给盘着。我只怪皇上不在京城好好待着，非要来齐州以身试死，可谓不识好歹啊！放肆！陛下驾临，岂有在门外等候之理？给我站住！区区一员偏将就敢如此无礼，真是不把陛下和本宫放在眼里。这武威王府真是好大的威风！本将军是武威王手下第一大将，久经沙场，只懂得遵守军规，还望陛下所皇后理解规矩。古往今来，没有臣子等候皇帝的召见，却从未出现皇帝等候臣子召见的道理，这便是规矩。
站住！就算是陛下擅闯王府，忤逆武威王，一样没有好下场。那忤逆朕呢？你可知又是什么后果？给我拿下！陛下，这。以朕的后果，那便是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恭喜宿主武威王府顶尖的成功，获得奖励10万大雪龙旗，征战天下，所向披。陛下难道疯了吗？竟然在王府杀了武威王属下第一大将，可不是嘛！这武威王能忍？走，快！陛下，小不忍则乱大谋，你这样胡闹会加剧和武威王的矛盾。一条看门狗都敢阴皇妃，朕说是不给他点颜色看看，朕的天威何在？陛下，平西王进攻王驾到！没想到啊，平西王和靖都王同时到来，真是令王府蓬荜生辉啊！皇帝的封禅大典可以去，武威王的酒宴，本王是一定要来啊！没错，我等还备了一些西戎的奇珍异宝作为登门礼，请武威王笑纳。二位真是有心了，本王真是不知道该如何答谢。武威王客气了，只要今日之后，武威王能记得我平西王和靖东王2人，那便足够了。没错，我2人麾下共计10万兵马，陈兵在齐州城外，随时恭候武威王调遣。好，各位藩王联手，何愁大事不成啊！恭喜三弟，真是如鱼得水。现在对付皇帝，简直手到擒来。现在我们为刀俎，他为鱼肉，那废物皇帝还在门外浑然不知，真是可笑。王爷，不好了！何事？慌慌张张，在本王府能有什么不好的？陛下闯进来了！什么？申屠兄干什么吃的？是申将军阻拦陛下，已被陛下给杀了。说什么？你说什么？大叔，申屠兄已经被朕当场抹杀。这我没听错吧？皇上把武威王手下第一大将给杀了，这武威王不可能忍啊！是啊，好啊，皇帝自寻死路，激化自己和藩王们的关系，真是愚蠢。皇帝，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在本王的府邸杀本王的人！你们王府的一个看门口，有眼无珠，连朕都不认识，态度还是如此嚣张，如何不能杀？而你，武威王出言不逊，更是触怒天威，立刻给朕磕头认错。陛下，别再说了。皇帝，你还真是不知死活！今日你休想活着离开武威王府！慕容爸，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本王在齐州秣马厉兵，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如意宝座。没想到你竟然如此好笑，今日主动送上门来，那本王就这么笑纳了。慕容爸，你竟然想弑君！弑君又如何？今日我休想活着离开！慕容霸，朕乃一国之君，你敢犯上作乱，难道要与天下人为敌吗？天下杀了你，天下就是本王的。慕容霸，大夏京城的3万禁军就在城外，随时待命，容不得你在陛下面前如此放肆。哼，3万，区3万，屁都不是。本王可是足足有30万大军驻扎在齐州境内，只要一声令下，立马杀来，让你们人头落地。
我当皇帝赶来却有什么手段？原来是装腔作势。看来天下即将大乱，只要吴为王动手后，咱们可以顺势而起，各据一方。不过是区30万大军，只要朕愿意，随时让他们给你陪葬。哼，口吐狂言！你们现在就是瓮中之鳖，只等本王下令，吴光皇帝的禁军再入府将你们拿下。杀鸡焉用牛刀？平西和晋东2位王爷不是想和武威王表态吗？现在正是时候。太后说的是，既然如此，那本王也纳上这个通明状，展现诚意。没错，先让本王和平西王的部队剿灭城外的京城禁军，拿下这头等功。好，那就有劳2位王爷助武威王一臂之力。来人，王爷发信号。是。信号已经发出，皇帝那3万毫无防备的禁军，本王的10万大军必能轻松围剿。稍后片刻，便有捷报传来。听见了吗，皇帝？你死期已到。陛下，慕容霸等人势大，还是让各位统领护着你，先杀回京城吧。想逃？痴心妄想！谁说朕需要逃？今天朕就让尔等藩王知道，尔等仰望的大军，在朕眼里不过是一群蝼蚁，弹指可灭。死到临头了，还想吓唬人？废物皇帝，你还是如此自视甚高，难怪会落入这般困境。皇后，你现在离开苏臣，来本王面前跪下服侍本王，本王还会让你太后、摄政王，你们果然和藩王狼狈为奸，一丘之貉。只有不识时务之人才会站在傀儡皇帝那边。你看，在座的还有各位藩，有谁敢站出来替他说话？好啊，诸位拿着大夏俸禄，却不做忠君之事，真是可耻。若不是陛下无兵可用，定将你们严惩不饶。既然无兵无权，当初就不应该犯蠢来齐州。可怜啊，那京城来的3万禁军也要悉数歼灭喽。待解决完的3万禁军，便是武威王挥师进京之时。霸王爷，好，这么快就完成了。看来皇帝的军队果然不堪一击呀！报告王爷，我军10万军马被悉数歼灭，一个不留。报告王爷，我军10万军马被悉数歼灭，一个不留。什么？我的大军都没了？确实如此，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支骑兵，凶悍无比，没有半个时辰，我军就全军覆没了。胡说八道！那什么大军乃是本王和晋东王手底下的精锐，怎么可能那么快被杀光？可是王爷，这是千真万确啊！王爷，平西王，你们2位的军队都是什么乌合之众？怎会如此轻易被打败？朕方才说了，尔等仰仗的军队，在朕眼里不过是一群蝼蚁，触手可灭。即使再来多少兵马，都不是朕的对手。武威王，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一定是军情有误，是苏臣的疑兵之计来扰乱我们的军心。对不起，没想到陛下如此深藏不露。原来是用计策拖延时间，皇上看起来还有点本事。用计策又如何？在吴王强悍实力面前，一切都是跳梁小丑。什么乱七八糟的计谋？既然尔等无用，那就只能由武威王亲自出马。好，来人，传令。是。陛下，慕容霸的大军快是要动手了，再不逃就没机会了。想逃？你们现在插翅难逃。没错，本王已经封锁齐州各个关隘，同时30万大军向齐州城进攻。待到将这傀儡皇帝手下的兵马消灭，就将你五马分尸，首级悬挂在我须。慕容霸公然造反，论律应当株连9族。太后和摄政王不仅是武威王的兄亲，还合谋参与，理当连坐。你这废物皇帝死到临头了还不自知，还敢在这里耍威风！待会儿你就算跪下了求饶，本王与太后也不会饶过你。陛下，事到如今，吓唬他们已经没有用了，快想想我们该怎么逃出去。趁此番来到齐州，目的是为了让大夏消除藩王的内部威胁，而消除藩王威胁，
自然是先除掉实力最强的武威王，才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除掉我，皇帝小儿，你还真是大言不惭啊！本王的30万精锐大军在齐州养兵千日，为的就是这一天。你拿什么除掉我？皇帝小儿，你还真是狂妄！趁如何除掉平西王和晋东王的10万大军，便如何除掉你的30万大军。笑你！别以为用些下三滥的小手段和计谋就能唬住本王。夜郎自大，不知死活。王爷，王爷不好了！陛下，臣不辱使命，将武威王在其中的30万大军悉数歼灭。你说什么？这个人头是本王的副将，30万大军，30万大军全灭了！是。陛下，陛下果真留有后手，竟然真的把武威王的军队给灭了。慕容霸，你还有何话说？你不是说皇帝是个傀儡吗？你不是说皇帝无兵无权吗？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武威王慕容霸、平西王高土、晋东王高亮3人拥兵自重，犯上作乱，公然谋反，给朕即刻捉拿，押回京城，择日问斩。是。走。尔等藩王眼见慕容霸公然造反，只无秦王救驾之心，就该当何罪？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饶命啊！武威王势大，不敢与其为敌呀。是啊，好在陛下天威浩荡，手下精锐所向披靡，剿灭叛军，我等才为陛下担忧的那颗心才安顿下来了。各位藩王还真是恬不知耻，方才还置身事外，现在却说忧心陛下的安危。明明是隔岸观物，心怀鬼胎，另有所图。皇后娘娘言重了，臣等是绝无二心啊。是啊，并非我们不愿出手，实在是有心无力啊。好，既然如此，说明在场的藩王依旧是忠于大夏，是与不是？是，没错。好，那今日朕便收回尔等藩王的兵权以及各州郡的军队，今后统一归朝廷管辖。不愿意，是有谁打算与武威王这般拥兵自重，与朕为敌？臣不敢呐，臣愿意，一切皆由陛下做主，太后、摄政王，你二人都该当何罪？太后、摄政王，你二人都该当何罪？皇帝，你以为你现在就赢定了？哦，太后还有什么手段，大可拿出来试试。很快你就会知道。太后，武威王的兵马已经被皇帝给灭了，其他藩王被罢免了兵权，我们怕是无计可施了。先服软吧。Useless. Do you think that I don't have backup plan? Does your Majesty do have a back plan? 这两个小丑以为朕听不懂英文。We have to represent the alt, root and stand. Before I incited King Wu Wei into rebellion, I had already sent a message to the king of the Western Desert. By now, the vanguard of the Western Desert Army should be arriving in Qizhou soon. The Western Desert Army, we shall be fifth. The vanguard of the Western Desert Army is the Macedonian phalanx. Also, there are 1,300,000 of them. More importantly, they are stand to be invincible and unbeatable, the best of the best. Indeed, that stupid emperor is still unaware of this. They are then like to be slaughtered. 太后、摄政王，你们还在密谋什么？为什么还不认罪伏法？密谋又如何？反正你也听不懂我们家乡的语言，只能在这里干着急。I have reached my man to get repaired at the city gate, waiting for the arrival of the king of the West Desert Army. When they arrive, we will open the gate.
will come them, and then they will take down this puppet emperor. Brilliant! The wolf has a winning game with the sharpest quarrel. Your Majesty have got. 原来如此，趁朕平定藩王内乱者，引狼入室，如此歹毒的计策，不愧是太后。This dumb puppet emperor can only be blessed with herself for now. I will definitely take the impulse as my own as soon as he's killed. 恭喜宿主5位王子签到成功，开启下一项签到任务。签到地点：齐州城门。签到奖励：直接开采出齐州城地下大批石油。石油，这签到任务来的正是时候。陛下，好了，快去准备吧。是。What's the Emperor doing? He didn't find out our word, did he? How did he find out? He doesn't understand our language of the Western Desert. 陛下，太后胸有成竹的样子，不知道是在谋划什么。陛下，要不让微臣将他们审问一遍，说出密谋的内容？不用。太后和摄政王密谋勾结外敌，意图引西戎大军攻入齐州，屠杀百姓，夺取朕的性命。他竟然能够听懂我们的语言！慌什么？他不过是凑巧猜的，想试试我们的反应。不好意思啊，太后，朕确实能听得懂你们的语言，不仅听得懂，更是说得来。胡说八道！大夏的使臣在西戎待上几年都学不会，久居深宫，怎么可能学会西戎语言 ？English is a mere trifle. We can definitely speak. 什么？真的会讲西戎语 ？Surprise, motherfucker! Surprise, motherfucker! 以西戎大军杀入中原，太后此举可是卖国呀！是啊，好在陛下博学多才，懂得外邦语言，识破了此等诡计。若大夏国被灭，不仅百姓遭殃，我们这些下人也会沦为奴隶。陛下竟然能听懂外邦语，是何时学的？怎么，皇后也想学？回去之后与朕彻夜长谈，朕亲自教你。讨厌，真是没个准子。你知道了本宫的计谋又如何？西戎的先锋大军即将压境，你已无力回天。哦，不过是区区一支西戎国的先锋部队，朕有何可惧？要不然说你无知呢？皇帝，这次来的先锋军是我西戎的马其顿方阵。什么？竟然是马其顿方阵？马其顿方阵，传说中横扫中部大陆50国的无敌部队呀！那可是西戎大王帐下从无败绩的一支天兵啊！传闻西戎军队军阵严密，战术素养极高，并且都是身披重甲，无懈可击啊！陛下，齐州城外来了一支西戎大军，就快兵临城下了。齐州城外来了一支西戎大军，就快兵临城下了。皇帝，你不是很嚣张吗？现在30万马其顿方阵精锐来袭，已经兵临城下，你拿什么抵抗？陛下，大顺龙骑歼灭了5位王、平西王、靖多王的部队，现在正在打扫战场。由现在赶到齐州，恐怕是远水救不了近火。陛下，眼下形势不妙，先撤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怎么想逃跑啊？一拨之军落荒而逃，真是可笑！皇帝看到了吗？这就是本宫为你留的后手。逃跑？朕的字典从来没有逃跑2字。陛下，别中了慕容柯的激将法。朕大夏千古一定，理当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待会儿朕便让尔等看看，朕不费一兵一卒，能歼30万敌军。陛下，你是不是疯了？陛下在说什么呀？才要独自一人灭了西戎30万大军呀！这可是无稽之谈啊！那可是天下无敌的马其顿方阵啊！不知死活！本宫倒是要和众人看看你是如何死在西戎的铁蹄之下。还不费一兵一卒，你当你是神仙，能以一敌万？虽千万人，吾往矣。陛下，陛下！陛下，快看！这军阵，这装备，真的是马其顿方阵啊！
完了，齐州守军的数量根本抵抗不了这样一支精锐之师啊！皇帝，现在你明白你的处境了。皇帝，你现在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走投无路了。聒噪！你蒙大你二人的狗眼看好了，朕是如何让你们引以为傲的马其顿方阵顷刻间灰飞烟灭。陛下，你真要只身前往拦住西戎的先锋大军吗？君无戏言，皇后等着看这一出好戏。是，我看皇帝是准备自己逃了吧？没错，皇帝一定是心知无法抵抗，留你们在这里送死，拖延时间。这该如何是好？皇后，你胆敢对本宫动手！闭上你的臭嘴！大敌当前，本宫随时可替陛下做主，将你这祸乱军心的一帮人斩首祭旗。我们快看，是陛下！陛下真的去城门了。恭喜宿主签到成功，获得奖励：齐州城地下全部石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哈哈哈哈！果然和太后说的一样，大部队一到，齐州城门定会打开。兄弟们准备，老子进去喝酒吃肉，睡遍齐州城的姑娘。西戎人若是识相的话，就乖乖滚回去，告诉你们西戎大王，向朕俯首称臣，投降于大夏。你就是大夏的皇帝？陛下身为一国之君，身先士卒，亲自御敌，这太冒险了。天子守国门，此等气魄，真的是令人动容啊！既然如此，我等又岂能苟活？今日必随陛下与西戎先锋军决一死战。有勇无谋罢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勇气就是个笑话。武将军，莫要跟他们废话，杀入齐州，大夏就是我们的了。太后，你哈哈哈哈！好，既然大夏的皇帝自己来送死，那就拿他的头来下酒。他齐顿方阵，进攻！四人死路。快！这是什么？这些滑溜溜的东西，难道还想阻碍马其顿方阵不成？皇帝不会是想让西戎士兵脚底打滑，然后撤退吧？笑死人了！什么东西啊？这是太恶心了！看到了吧，根本毫无作为。皇帝真是跳梁小丑，雕虫小技，拦不住我西戎铁骑。兄弟们，踏过这片臭水黑泥，拿下大夏皇帝！愚昧！朕今日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科学的力量。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是火箭，这些黑石竟然会燃烧！陛下可真是剑多人往，足智多谋啊！敌兵突然阵脚，我们快要溃不成军。用火攻只不过耍点小聪明罢了，只能拖延一时，根本拦不下大军。就是，等先锋军镇定下来，用水泼灭这些火焰，照样能攻下齐州。这是神火，乃是上天赐予朕的不灭之火，用水浇不灭的。还神火？你怎么不说自己是神仙转世，唬谁呢？等着吧，用不了一会儿，马其顿方阵就会重整旗鼓。快都停下来！都停下来啊！快去打水！快去后营打水，消灭这大火！看到了吧？本宫说了，皇帝根本拦不住西戎的先锋大军，只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
怎么会这样？大夏有这样中才武略的君王，真是天佑我大夏呀！太好了，马其顿方阵真的被陛下全灭了。哇！西戎的先锋大军，西戎的先锋大军要被火烧光了！水和油交汇，让石油接触空气的面积更大，是只会更好。恭喜宿主完成齐州城门签到，即刻开启下一项任务。签到地点：西戎大漠中心。签到奖励：不入虎穴，天得福子。西戎，你还真会玩。陛下，太后不见了！微臣在城墙下发现一条密道，那一定是太后为逃跑做的准备。陛下，方才士兵看见有一队西戎士兵护着太后往西戎城的方向逃走了。太后逃回西戎了！皇帝，你挡得住一次西戎大军，挡得住2次、3次吗？大夏被动挨打，早有一天会被戳垮。慕容科，你现在不过是陛下的阶下囚，竟敢如此嚣张，是嫌命太长了吗？阶下囚？哼！既然太后逃了出去，随时都会卷土重来。太后熟知大夏的情况，压得西戎钱粮充足，推翻大夏不过迟早的事。本王乃太后亲弟，若对本王不利，军动机定要大夏百姓给本王陪葬。陛下，西戎王庭远距大漠深处，极少有杀人之行，敌暗亡命，十分不利。是啊，陛下，要不将摄政王送回去，咱们再献上一些钱财，缓和一下和西戎国的关系。既然太后会卷土，那朕便主动出击，杀他个措手不及。陛下，您这是要……朕要御驾亲征，直捣西戎王庭，灭太后老子。公主，那大夏皇帝不会一路追来西戎吧？凭他追来西戎，只会两眼一黑，摸不着方向。借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来。如此，待公主回到西戎，把大夏所有的情报告诉西戎大王，那西戎铁蹄便能重新踏足中原，摧毁大夏。没错，这废物皇帝只配等死。朕要御驾亲征，覆灭太后老巢。御驾亲征，皇帝，你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你们连西戎地形都不知道，还谈什么出征？陛下，远征西戎万万不可。一来，西戎身居大陆内部，昼夜温差极大，这对御寒物资的要求极高；二来，沙漠广袤，粮草补给线太长，这容易让士兵们上顿不接下顿。这皇后所言极是呀，这两者相加，直接让军队战力下降。是啊，远征需要大量物资，大夏国本就疲软，若再劳兵伤残，可是雪上加霜啊。是啊，而且陛下三思，你们说的这些问题，朕自有之路。陛下，是太后书信啊！说的什么？太后在信中威胁道，让陛下放了摄政王，否则回去以后调集西戎大军，杀回中原。皇帝听见了吗？还不乖乖放了本王！皇帝听见了吗？还不乖乖放了本王！放了你！还要你做朕大军征讨西戎的带路狗呢，怎么可能会放了你？王带路，皇帝，你痴心妄想！啊，不愿意？尉迟统领看在，给摄政王杖刑，打到他服软为止。这是皇帝，你
方才上官统帅念的书信，尔等也都听到了。太后贼心不死，一心谋划，率大军反扑，鲸吞我大夏土地，朕如何能坐以待毙？顾远征一事，朕心意已决，尔等现在就调集所有兵马，随朕出征。朕等遵旨。别打了，别打了！我招！本王带你们去西戎。废物皇帝，远征西戎真是找死！本王这就诱骗你的军队深入沙漠腹地，届时分不清东西南北，粮草辎重又跟不上补给，等太后的大军杀到，就将你们亲族灭之。陛下，陛下，慕容科带的路恐怕有问题。现在我们离城镇是越来越远，进入大漠，就连边塞的老兵都两眼一黑，辨别不清方向。现在是人心惶惶了。无妨，朕知道如何辨别方位，更熟知西戎的情况。什么？陛下从未离过京城，如何知道在大漠中辨别方位？你更别说是熟知西戎。难道你是觉得朕在骗你不成？臣不敢。陛下，我父亲是担心粮草和辎重的问题，一旦我们真正深入大漠腹地，粮草和辎重跟不上，战士们便会饥寒交加，战力不足。是啊，此次陛下仓促出发，我军带的粮草不多，更是缺少厚重衣物。这几日士兵半夜被冻得已是怨声载道。你二人不必忧虑，叶将军，你只需传令下去，确认大军行进方向无误即可。这慕容科，快到了没有？快到了！素贞，你就这么急着后台找死是吗？本王就满足你。现在已经到了你的葬身之所，大漠中心。看来西戎的斥候已经发现我了，现在只等太后做好准备，以逸待劳，发起突击，就能全歼大夏兵马。下雪了！不好！天要亡我也！下雪了，太好了！天助我也！恭喜宿主签到成功。什么？大夏皇帝率10万大夏龙骑御驾亲征，进了大漠中心，千真万确。大夏的皇帝是白痴不成？不，我猜一定是慕容科带他们来的。什么？若被大夏皇帝清楚大漠的地形和线路，那我西戎无险可守，无异于彻底暴露在强大的大夏军队面前了。按照这个行进路线，定是慕容科假意引诱他们的。公主的意思是，慕容可利用大夏对大漠的一无所知，迷惑大夏的军心，再利用大漠的昼夜温差，削弱大夏军队的实力。没错，现在大夏军队必定人心惶惶，一触即溃。大夏皇帝有勇无谋，又好大喜功，真是蠢上加蠢。是啊，西戎沙漠广袤，他们身处大漠中心，无衣无粮，又碰上这个季节的大雪，想全身而退几乎毫无可能。大王，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发兵，不出2、3日，便可遇上大夏军队。届时大夏军队饥寒交迫，毫无斗志之时，我们便可杀之。只要杀了大夏皇帝，入驻中原指日可待。好，齐国小子，你这就带上先遣兵马，即刻发兵。我亲率大军，随后杀到。是。皇帝已经亲征西戎，不能要你有来无回。陛下请看，我们已经走到这路了，然后这个方向啊，看，这头上这一片都是他们的。
陛下，将军，附近出现的西戎只会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几股骑兵在我们周围游荡。臣知道了，下去。是。陛下，我军粮草早已所剩不多，加上夜里风大，气温骤降，好多士兵开始怨声载道，抗议没有抵御风寒的衣物。这个我知道，可陛下先前所说可以解决衣物和粮草的问题，现在已经火烧眉毛。若是没有办法，还是先行撤军吧。不必，10万人的御寒物资朕已经备好。至于食物，就算是再撑10年都不成问题。10万人的衣物你备好，还有足够10年的粮草。苏晨，你夸什么海口？慕容柯，没想到你现在人模狗样，还是不忘殷殷作废。哼！苏晨，你真以为本王是来给你们指路的？本王是带你们来送死的！你们现在已经身处大漠中心，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根本就出不去。再过几天，要么被饿死，要么被活活冻死。慕容柯，你个狗东西，竟然敢害陛下！我害的岂止是他，你们连外面的10万大军都得替他陪葬。陛下，臣早就提醒过，这慕容柯包藏祸心，信不得呀！完了，大军现在缺衣少粮，若是太后率军赶到，就是十死无伤啊！尔等慌什么？苏晨，你还在强装镇定。如今粮草快没了，也没有御寒的衣物，你根本就没有资本征讨西戎。启禀陛下，你安排的10万件羽绒服和压缩干粮已全部发放。启禀陛下，你安排的10万件羽绒服和压缩干粮已全部发放。绒服、压缩干粮，这是些什么？签到任务开启，签到地点：西戎大漠中心。签到奖励：一座现代流水线工厂，生产取制不尽的压缩干粮与羽绒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系统，你还真会玩。叶将军，这便是朕备好的辎重和粮草。就这，一件如此轻柔的衣物，怎能抵御严寒？还有这不知为何物的铁疙瘩，一看就不能吃。你竟说是粮草，苏晨，你还真是自欺欺人。这衣物比本宫身上的衣物还轻，摸起来毫无实感，真的有用吗？有没有用，一试便知。这衣服竟然真的保暖！什么？还有这罐头，这竟然是牛肉啊，味道鲜美啊！这堪比御膳房的美食啊！啊！我不信，我不信！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慕容柯，朕有这些，讨伐西戎够不够资本？不对，朕算有了辎重，你们现在连西戎的地形和方位都不知道，又有何用？现在你们迷失在大漠深处，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被动挨打。陛下，慕容柯所言没错，
若无路可走，即便是10万大军，也是祖上之肉，任人宰割呀！父亲，要不就趁现在调集全军，朝一个方向突围，先将陛下送出去。皇后，叶将军，你们慌什么？朕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熟知西戎的情况。陛下知道？他知道个屁！他若熟知西戎地形，还用本王带路？他现在不过是自欺欺人，想要稳定军心罢了。慕容柯，你当真以为出征前朕不知道你包藏祸心？朕只是将计就计，借你引蛇出洞，让太后出现，再派伏兵出席，准备一举歼灭。苏晨，你少在这装腔作势！西戎身处内陆，沙漠广袤，绿洲和河流更是错综复杂，连本王也不敢说是熟知。你这个久居皇宫的傀儡皇帝，如何偷偷安排伏兵？不信，来人，上纸笔。陛下，这是要绘制地图？凭你也想画出西戎的地图，简直天方夜谭！陛下，您久居京城，怎么可能凭空会画出西戎的地形地貌？这不是胡闹吗？是啊，陛下，您不要浪费时间和慕容柯怄气，还是先想想如何逃离大漠吧。尉迟统领，举起来看看。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陛下所绘地图，细致考究，详略得当，这真是万中无一的精品呐！这绿洲位置、河流数量、沙漠大小，这些细节都合情合理。这地图竟还包含了大夏之外的世界各地，许多从未听闻的国家。陛下究竟是如何知晓的？定是泰山封禅之后，上苍显明，将神明之志赐予了陛下。陛下圣明，天佑大夏！陛下圣明，天佑大夏！慕容柯，你还有何话可说？这怎么可能？假的！这地图一定是假的，是你胡乱画的！一个从未离京的傀儡皇帝，如何久居深宫，却执掌天下大事？是真是假，就让你们的人去辨别吧。来人，将此地图给太后送去。是。报！陛下，远处有大批西戎兵马来袭，应该是西戎的先锋大军。来得正好，4大统领听令，臣在，即刻派领伏兵与朕围歼西戎先锋部队，然后一鼓作气杀向西戎王庭，直捣黄龙。是。太后，是时候做个人外。大王，算算时间，仙羽谷的先锋大军应该很快就会有捷报传来。大王，不好了！大王、公主，我们被埋伏了，先锋大军全军覆没，更不留。什么？这怎么可能？大夏军队这几日应该饥寒交迫，斗志全无才对啊！不是啊，公主，那些大夏士兵每个人都穿着我们没见过的面衣，亲身如火虎，战力极强，让我们一触即溃啊！苏晨，真是卑鄙，竟用这种偷袭埋伏的手段。现在该怎么办？大王不必担心，虽然他们暂时备好了物资，但他们不知道西戎的地形和路线对我们构不成威胁。没错，大王，再给我支兵马，重整旗鼓，我要亲自砍下那大夏皇帝的首级。报！大王，这是大夏皇帝送来的书信，让交给公主。这一定是苏晨投降的书信。投降？该死的大夏皇帝让本王损失惨重，本王不扒他一层皮，怎么可能轻饶了他呀？
大王不好！大王不好！快走！走了。杀！大夏皇帝饶命！大夏皇帝饶命！太后，太后！大王，太后，这次你还有何话可说？是本宫说了。跪下，向朕拜服。苏晨，本宫可是太后。朕说跪下。吾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朕斩宦官，镇朝堂，扫蛮夷，破疆土，平天下，御驾亲征，亲力亲为，奠定大夏不世基业。陛下千古一帝，必将名垂千史，受后人世代传颂。陛下千古一帝，必将名垂千史，受后人世代传颂。朕还有更远大的目标，回征之后，再与皇后秉烛夜谈。陛下只完成历代帝王的夙愿，还有什么目标呢？当然是征服世界，做球王。